后脑受伤严重，气若游丝，准备后事吧。李郎中，你再想想办法呀！你肯定有办法的呀！李郎中，要多少钱你跟我说，我去想办法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哥！你们已经为这个败家子欠了20两了，我劝你们就不要继续花费了。原本就是寒贫家庭，现在这孩子到处惹是生非。 现在被打成这个样子，那也是咎由自取呀！我可以救他。李员外，你真的有办法可以救我哥？哼，就是能救，不过得300两白银。要是实在困难的话，用你们这个破房子的地契底，嘿嘿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行，我们就剩这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了。哎呦！ 那我就没办法了，老爷，这地儿挨着新修的栈道，把它占了、拆了，盖成酒楼，肯定赚钱。咱可不能让他们给跑了呀！着什么急呀？他们救子心切，这个地契迟早得拿出来。我去，这破房子是古代。我不是在火锅店算加盟费吗？ 怎么穿成这陈家老大了？这原主还一直惹是生非。可以，但是你得先救我谦儿。娘，清河，娘也没几年活了，以后还得是谦儿照顾你。这才识相嘛！来，赶紧签字画押吧。不用了。 我醒了，谦儿，醒了又如何？臣妾，你别忘了，你之前跟别人打赌，你还欠本员外50两银子呢。现在你娘拿这个地契底，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欠您50两，我怎么不记得？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还敢跟本员外顶嘴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！今天这个地契，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别急，李员外。 你酒楼每年的税赋，可都交齐了？老登没见过现代商战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胡说？要不，咱们去衙门聊聊？好，好你个陈谦，你有种！1周之内，你要是还不上这50两银子，这个地契我一定要拿走。谦儿，咱拿不出50两。 要不我去那李员外家做牛马。娘，您放心，清河，别怕，我来想办法。我不信他一个小小的员外还能把我们欺负了。可是，娘，您安心的休息吧，我出去想办法。这孩子终于长大了，换做以前，早就又去赌了。上一世我的火锅底料卖到全国，在这古代还赚不到钱。 哎呀，可惜了这上好的配方，现在问题就出在牛油上了。这古代的牛都是耕牛，贵得要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二狗有了。谦哥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咱关系好归好，但你没抵押物，我真没办法给你贷款。 你不是钱庄核心人员吗？这么点小事也办不好？哎，也不是没办法，就是你得出卖一下身体。你有龙阳之后，我可不卖屁股。什么屁股啊？我说的是我们钱庄新推的新业务。什么业务啊？你不穿衣服，让我画下来，签字画押，就能拿到一笔银子。我操！这古代都有英雄带了，你们老板真是个天才。就他了，你画的什么玩意儿？有那么小吗？给我画大点儿。要不换个角度？嘿嘿，哎，这个角度不错。哎，谦儿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，
哥，这辣乎乎的东西真的有人买吗？我这火锅又香又辣，大家肯定抢着买。那你买肉的钱从哪来的呀？这是商业机密。小姐，别吃了，别忘了陛下给我们下的任务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不就是去民间找一个能帮陛下稳住朝局的能人异士吗？急什么？婉儿，现在朝堂动荡不安，各个大臣中饱私囊。你这次去民间，找找有没有能人异士，帮我治理国家。就这点小事啊？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呀，还是毛毛躁躁的。你父亲是朝中难得的清官，可惜在这朝堂的风气里，这次外出行事一定要小心，切不可让别人发现你的身份。什么这么香啊？哎，小姐，谢谢。呀，这吃食新鲜，看起来又香又辣的，不知道吃到嘴里会不会有一股怪味啊？姑娘放心，这个叫火锅，是我老家的特产，素的1文，荤的2文。我给你拿一串尝尝。好，来。来，要是不好吃，不要钱。好好吃啊！哎，谢谢。这玉佩不简单呐。陈谦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小王小，这个叫火锅，我拿一串给你尝尝。来，怎么样？好好吃啊！陈谦哥哥，我能不能拿几串，带回家给家人们吃？可以啊，来来来。谢谢陈谦哥哥。不客气。你这是来做慈善的呀？这世道啊，孩子讨口吃的不容易，不差这一串的钱。这小子倒是蛮善良的。给我来一串，给我来一串。啊好，啊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也要。哎，别急别急，快点快点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。给我来一串，给我来一个。2、3、4，哥，不到2个时辰你就赚了100多文，你真厉害。这算什么？以后啊，哥肯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。走，咱们收摊回家。好。娘，哎，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谦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那钱得存着，那还得还李员外的债呢，花我这老婆子身上干啥呀？谁说您老了？我娘可是这村里最美的。再说了，以后你儿子能赚更多银子，不差这点买布的钱。好孩子，你是真的长大了。老板，今天再给我多拿几串。你真是我的忠实顾客啊！马上就好，您先坐会儿，我马上就来。哎。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？你们交摊位费了吗？李管家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哼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就是，你一上来就掀人家摊子，是怕这好东西抢了李员外家的生意吧？哈哈哈，我李家酒楼家大业大，我怕什么？我这是在为百姓考虑。你这辣乎乎的东西，要是把人吃坏了，该怎么办？吃坏了身子，我娘现在卧病在床，就等着这钱抓药。你倒好，把我摊子掀了，这是要断我的财路，这印是县衙盖的。你李家顶着朝廷赐的员外身份，现在公然对抗官府，怎么？你李家要反了？
你是外乡人吧？我劝你少在这管闲事。我只是个吃客罢了，见不得别人毁坏这种好东西。哼！我告诉你们，从明天起，所有猎户不许卖肉给陈谦，也不许在他这儿买东西。谁要是违逆，给我滚出这个村子！好一个李员外，怕我小摊子抢了你的黑心钱，就要断了所有人的念想。朝廷给你俸禄，让你护着百姓，不是让你当土皇帝欺压人。你敢以下犯上！以下犯上，我只知道，当官不为民撑腰，不如回家喂猪。你拿朝廷的粮欺压百姓，你连乞丐都不如。说得好。那你们俩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李员外，你可认得这个？你是京都府的人？认得就好，还不赶紧滚！老爷，这小子油盐不进啊！等我带人去打架，剩下的不用我教你了吧？小的明白，保证办得干净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好诗啊！刚才你怼李员外时条理分明，又懂得底层人糊口的难处，你可有兴趣参加科举录啊？正好，我京都府缺人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小姐，你真是高看我了。我刚才是保着小摊子乱说的，其实像你这样的小妞，我一年想用好几个呢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俗啊？你有此等见识，你不去朝堂上扬名立万，反而守着小破摊子转，这不是屈才了吗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我就是市井小民，你们京城来的金贵人哪儿懂得我们这些小民要先活命，再谈理想。我不管，今天我就跟着你了。你要么答应我好好考虑科举，要么今天我就在这不走了。清河，走！等徒子，给我站住！娘！娘！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娘，您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我扶您起来。来，娘，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来了几个蒙面人，进门就砸东西，我拦着，不让他们碰你熬汤的陶锅，他们就推了我一把，我的头撞到了灶台上，晕了过去。蒙面人，除了厉员外，还有谁能这么狠毒，砸我摊子，还伤了我娘？这事儿没完！娘，我先扶您回去休息。走，慢点，走。陈谦，苏小姐，这就是你们当官人干的事儿。我不是有意的。李员外他只是个乡绅，不算当官的，而且这也不代表我们意外。你管这叫意外？苏小姐，你是蜜罐里长大的大小姐，但你能不能别天真了？如今这官官相护的世道，哪是一句当官能为了百姓就说得通的？我只不过欠了李员外50两银子，他就敢砸我铺子，伤我娘。这时候那些为了百姓的官在哪儿？这锭银子你先收下，给伯母抓点药，再修一下这间屋子。不用，我陈谦再穷，也不会要你们当官人的银子，不然到时候连讨个说法的机会都没有。哥，苏小姐也是好心。是啊。娘，我们回去。
小姐，她说话也太过分了。不怪她，是我们没做好。令堂身体并无大碍，歇息几日便好了。劳烦李郎中跑一趟了。无妨无妨。那老夫先告辞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嘿，留步留步，照顾好母亲。娘，我这头还是晕乎乎的，怕是要麻烦倩儿了。娘，您别想那么多，好好休息。这个家有我呢。好孩子，你这出事一次以后，变化也太大了，好几次我都觉得你不是我孩子了。好敏锐的直觉。陈谦兄弟，陈谦兄弟，听说你母亲受伤了，俺过来看看，没事吧？还好，没大事。没事就好。陈谦兄弟，你那个火锅摊还出不出摊了？俺媳妇昨天还念叨着想再吃2串荤的，现在村里这帮叔叔婶婶都等着跟你学做火锅呢。加盟，这古代人倒是有生意头脑，正好能扩大规模，还能让村民帮着对抗李员外，一举两得。婶婶没有心了，这火锅配方是可以教，但是你让我琢磨琢磨，毕竟食材和底料也是要成本的嘛。哎，这我懂，这我懂，只要能学，你放心，该给的钱绝不含糊。你这个废物！苏婉儿都已经把信寄到京都去了，这要是巡案知道了，那我这个酒楼和地契可都没了。苏婉儿她真敢把信寄到京都去，巡案只要一来，那我这酒楼偷税的事儿，还有咱们强占村民地的事儿，那不都得露馅儿啊！赵大人，快请坐。李员外，县城大人知道你急，让我过来给你指条路，巡案下周就到。药瓶这件事儿，你得花点血本儿。赵力哥，只要能平事，花多少都行。第一，你让人到镇上给那些盐铺和肉铺打好招呼，凡是给陈谦供应食材的，要么涨价3倍，或者是直接断货。没了食材，那火锅加盟就成了空话呀。第二，县城大人会以修河堤的名义让衙役去收摊捐，陈谦还有那些加盟的村民得按营收交3成，他要敢不交，就扣他一个抗捐阻攻的罪名。好，还愣着干嘛呢？赶紧去办。好的，老爷，小的现在就去安排盐铺和肉铺。慢着，记住，别留痕迹。是。巡案如果查到了县城大人的头上，你跟我都没好果子吃啊！是。陈谦兄弟，你这个加盟规矩琢磨的咋样了？周叔、李婶都等着呢。火锅加盟契约。这第一，加盟费8两银子，包括3天的熬汤教学，首次免费的底料。这第二，后续底料必须从俺这儿拿，比镇上买料还要便宜20文。这第三，方子只能自己用，不能外传，若是外传了，就得赔10倍加盟费。8两不贵啊！俺那口子昨天就去镇上问，光粗盐就得5文1斤啊！你连教技术带底料，值啊！陈谦，俺先交的加盟费。俺呢想在镇上的东头摆个摊，离你李员外家的酒楼远点，省得他老找事儿。这已经是第3个交加盟费的村民了。俺这会没带银子，等一会儿我回去取好吗？周叔，明早来学熬汤，我呢把底料的配方给你。你今天去备一些材料，像什么干辣椒、野姜啊。好。刘老板，来3斤野猪肉，要带点肥的，熬汤香。陈谦啊，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野猪肉都卖完了。早上来的时候还看见肉铺后挂着好几块野猪肉呢。哟，这不陈谦吗？想买肉啊？这刘老板说了，往后他不卖你，识相的，不要再搞什么狗屁加盟，否则以后连盐你都买不上。呵呵。哎，别说了，都是李员外逼的。他说我要再卖给你肉，他就把我铺子砸了。多谢老板提醒。牛油、粗盐、野猪肉，这可都是紧俏货，去哪儿弄啊？陈谦，京都回信了，徐安后天就到。不过我听说县城收了李员外的银子，他们要以修河堤的名义收你3成摊捐。3成？他简直是明抢！不过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刚才王伯说啊，他们后山有猎户，之前都是把肉卖到灵镇，咱们可以去那儿买，比镇上还便宜2文。陈谦，我谈好了，俺跟后山的张猎户谈好了，他明天送5斤野猪肉过来，还有粗盐。俺们村以前有户人家之前是煮盐的，会自己熬点粗盐，那肯定没镇上卖的稀啊，但是熬汤够用。靠谱。原来你早就找好后路了。那县城的摊捐怎么办？他要收捐，总得有文书吧？到时候我让老百姓把账本给记好。他县城要是敢乱收钱，巡案一到，咱们就一起去告他。陈谦，给我出来！哟，这怎么了？官兵来了！哎，这是干嘛呢？奉县城大人令，为修河堤防洪，凡村镇摆摊营生者，均需按照每月营收交3成河堤捐。陈谦，你这火锅摊还有手下的加盟商，今天就要把这个月的捐银交了。这修河堤呢是好事儿，俺不反对。可这3成太多了，俺上个月卖菜才赚5两银子，这3成就是1两5，这让我们怎么活？就是呀，对呀，这员外的酒楼那么大，怎么没去见你们收他的捐，就盯着我们小老百姓呢？对呀，就是呀，小老百姓呢，怎么活吧？不怕我抓你们到衙门去打板子？照例，按大印律，税捐篇第3条，凡民间商户税收不超营收1成，需列明用途。公示账目。你这3成的河堤捐，无律无账，从何而来？这县城大人枉法，还是你借河堤捐谋私啊？我好你个刁民，竟敢质疑县城大人政令！赵磊哥让你捐银，那是看得起你，再敢犟嘴，吃我30贯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衙役动手伤人，就不怕传出去，让巡案知道？反了你们！反了你们！都给我动手！把这些刁民给我锁了，然后搜他的屋子，搜出银子就抵捐，搜不出来，抓他受伤的老娘抵债！不许欺负陈轩哥哥！我看谁敢动陈谦兄弟，先问问我手里的锄头。就是，他们怎么回事？俺们都看着呢。你今天要是敢抓人，俺们就到镇上去击鼓鸣冤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县城衙役欺负老百姓。对，让你们还敢欺负老百姓！照例，瞪大你的狗眼！这是县城发的许可，上面写着合法经营，不得无故滋扰。你今天敢动我1根手指头，就是滥用职权；你敢搜我屋子动我娘，就是知法犯法。巡案大人后天就到，你说他要是怪罪下来，县城是保你，还是保他自己？好个抱团抗法！我明天会带10名衙役来，谁再拦，就以聚众抗法论处。到时候满门抄斩都是有可能的。走，闪开！陈谦兄弟，我现在就去揍那个狗官！王伯，别追，咱把力气留到明天。他要是敢带着衙役来，就让巡案来处置他。大伙都听着，明天呢，他要是带10个衙役，咱们就带20个壮丁守在这儿。他要是说咱们聚众闹事，咱们就写冤情录，把他今天砸鸡蛋伤我娘的事写下来。每个人都签字画押，到时候巡案来了，
咱们一起交上去，看看到底是谁倒霉。陈杰兄弟，俺信你，明天俺就让俺那口子带3个壮丁来。倩儿，我就催你叫人，咱呀，跟他们拼了！对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这场官司的将领，终于不再是我一个人了。陛下，臣有奏。小女婉儿昨日传回清溪县民间寻得一位能人，此人善用心策谋生，更能团结百姓，对抗地方恶势力。我是要求陛下稳固朝局，可用之人才。只是如何？据婉儿说，清溪县李员外与县城疑似刻意为难这孩子，不仅盗其食材，强征重捐，更是派人闯山伤人，何死？陛下，臣以为此事有蹊跷，答应官员皆为陛下遴选，个个清廉奉公。清溪县城和李员外怎么会无故为难一个无名小子？只怕那民间之人情事有失，或婉儿小姐看走了眼。人上述这话，是说小女婉儿识人不明，还是说陛下的朝臣均无过错？婉儿在信中附属了那小子收集的证据，字字句句皆是李员外与县城的恶行，这能有假？苏丞相息怒，臣并非质疑令媛，只是苏丞相乃令媛之父，若有你前去勘察，恐落人口实，说我朝任人唯亲，未显公允，不如由臣代劳，前去清溪县查明真相，既不如负陛下所托，还能还地方官员一个清白。既如此，便依前上述之意，就由你立即前往清溪县查明此事。若真有官员作恶，朕绝不轻饶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陛下，钱渊这老狐狸，无非是怕苏城查出他与县城的勾结，正好让他去。若他敢动手脚，朕便连他一起查。哼！千儿呀，要不你歇会儿，这都熬大半夜了，身子要紧啊。不好了！什么事儿让苏小姐急成这样，脸都红了？要是内急啊，茅房在那边，我让清河给你拿盏灯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开玩笑？你知不知道，钱渊他已经插手了。昨天他跟李员外还有县城在酒楼里面密谈，就连我派去盯梢的春桃都差点被发现。钱渊？谁啊？听着还挺耳熟的。是当今的户部尚书，掌管全国赋税的大官，也是朝中出了名的贪官。李员外每年都给他50两银子，就连县城都是他的远房表亲。他们3个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一旦他插手此事，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些证据都有可能被压住的？多大点事儿啊！哥们走的是群众路线，等明天学案到了，我就让你知道到底是他的官威大，还是咱们百姓的声音大。陈谦兄弟，你这话说的在理啊！只要咱们大伙拧成一股绳，钱渊官再大啊，他能堵住这么多嘴吗？俺也去喊镇上那几个想要加盟火锅的婶子，他们之前也被李员外的人拦过摊位，跟咱们一样恨他，人多了才不会糊弄咱们。哥，我把证据都给理好了。谦儿，那钱渊可是大官，咱们这么闹，那会不会给你惹祸呀？娘，放心，咱们手里有证据，身边有乡亲们。乡亲们，这帮畜生欺压我们已久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咱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。对，对，咱们也不是好惹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拍桌子呀？吓我一跳。刘婶儿，这不是陈谦兄弟说的太好了吗？激动了。谦儿，你是真的变了。原来这就是群众路线，靠老百姓的力量，比我手里的玉牌还管用。钱渊他在朝中关系多，但是他是不敢跟这么多的老百姓公然对抗。
毕竟陛下最痛恨的就是失民心的官。钱尚书，那个陈谦，他老粘着村民不放，还在凑什么冤情状？这悬案明天一到，他要是翻出旧账，哎呦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慌什么？一群刁民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不就是拿着几张破纸，瞎起哄罢了。随便让赵丽找个由头，给他按个聚众造谣、蛊惑民心的罪名，把他抓起来。其他的村民没有了领头的，自然也就散了。钱大人所言极是。陈谦呢，他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主。明天巡案要是来了，咱们递上点孝敬，保准万无一失。不是，可是苏婉儿那个丫头，她帮着陈谦，她手上有京都府的玉牌啊。一个黄毛丫头罢了，就算她手上有京都府的背景啊，她还能管得到咱这地方上来吗？如果她真要插手，咱们就说她勾结刁民，蛊惑民心。陛下罪忌外戚干政，他父亲苏丞相本就招人忌惮，正好咱们借这一次，好好压一压苏家的气焰。高，钱大人简直是太高明了，请来，坐，喝酒。陈谦，滚出来！陈谦，限你半个时辰之内交齐3成捐银，再让那些加盟商把钱凑齐，否则将按抗捐祖功论处，连你那受伤的娘也要抓去衙门抵债。县丞大人，税捐篇写的明明白白，凡是商户只要交1成税，你这3成无凭无据，怎么你要公然枉法？放肆！县丞大人的政令就是法，再不交捐是砸了你的破屋。怎么这样？太可恶了！这样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！陈谦那个刁民聚众抗捐，还污蔑下官，跟县丞大人说我们贪赃枉法。大人，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谦，可有此事？大人，这李员外与县城勾结，他们一方面断我食材，派家丁杂摊伤人，另一方面又借修河堤之名强收3成重税。这是证据，请您明察。陈谦，陛下命我前来协查此案。你这些册子上的证词，仅仅是你的一面之词，非铁证。李员外与县城是朝廷命官，你无凭无据乱扣赃帽，这罪我定不了。倒是你阻拦衙役，聚众闹事，顶撞官员，扰乱民心，聚众造谣，这些罪你担得起吗？莫不是你想存反心，煽动村民，要对抗朝廷？钱大人，别给我扣这么重的帽子。您刚说我无凭无据诬陷朝廷命官，那按您的说法，若是我找到了铁证，您必会秉公判案，给清溪县村民一个公道。早就让李员外把偷税的抵账、强占村民田地的文书全收，连肉铺盐铺的人都叮嘱过要改口。这小子就算撺着点过去的零碎，顶多是捕风捉影，那是自然啊。大应向来律法清明，只要你证据确凿，不管涉及到谁，本官于巡案定不会徇私，给百姓一个公道。二狗，把钱庄的账簿拿来。谦哥，都在这儿了。从李员外3年前借银开酒楼，
到上个月续的200两周转银，每笔账都有他亲自画的押，还有钱庄每个月向县衙交的核查底册。小样儿，跟我玩销毁证据，忘了银行这茬了吧？我之前在现代做火锅的时候，就被对手用查流水的招给坑过。李员外，你说你的酒楼从未偷税漏税，可你去年跟钱庄借了300两，说是填补银缺，可你上交的税单，去年分明盈利了500两，中间这差的200两，我问你去哪儿了？你们串通好的，这个账册是假的。二狗啊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每个月给你那么多好处，你看这人，你坑我！谁收你好处了？这是我记的流水账，去年你借银100两，说是进肉，结果转头就送给县令做寿礼，要不要我把县城家的管家的收条拿过来呀？大胆刁民，胡说八道！悬案大人，此为京都府信物。李员外不仅偷税，而且去年还强占王伯3亩良田，盖酒楼后院。上个月还把陈谦的火锅摊给砸了。春桃亲眼所见李家家丁动手，此刻人证就在人群之中。钱尚书，现在证据可确凿了？这群废物，李员外和县城连几个村民都镇不住，还让苏婉儿拿着玉牌跳出来挡路。这要是真查下去，万一牵扯出我受孝心的事儿，先顺着台阶下，再想办法脱身。证据确凿啊，确凿就确凿呗。既然人证物证确凿，那就有劳巡案大人秉公行事啊！还清溪县百姓一个公道啊！别让百姓说咱们朝廷官员官官相护啊！大人放心，我们赢了！钱大人，就这么便宜他了？这事没那么容易结束，过段时间你去找些人。是。陈谦哥哥，是不是以后李员外再也不敢抢俺家的萝卜了？对，我们赢了，以后呀，不会有任何人欺负我们。你家的萝卜，想怎么卖怎么卖。陈谦兄弟，以前啊，我们都是被欺压的份儿，今天终于出了口恶气，咱们赢了，以后就跟着呛。跟着陈谦干。今天的事儿不是我陈谦一个人的功劳，与大家的努力分不开。这样，今晚我在我家后院支一摊火锅，大家全都来吃，食材管够，一文不要。吃火锅，吃火锅，吃火锅！我家有肉，我家有酒，走，吃火锅，吃火锅。陈谦哥哥，陈谦哥哥别睡了。陈谦兄弟，快醒醒，大好事啊！隔壁李家庄张村都托我给你带个话，瞅着咱村火锅摊啊，火的发烫也想加盟。那，这是他们加盟请求。这是大好事啊！咱们村要成为大名鼎鼎的火锅村了。那是，加盟的事交给你了，每个月收银子。清河呢，就负责去供货。好。呀，陈老板现在真是躺着赚钱，看来以后我找你还要排队喽。你这小妞说话怎么这么大怨气？我看你平时火锅也没少吃。一码归一码。对了，参加我们京都府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哦，不去。为什么？现在所有的活都是清河和二狗还有王伯帮你做着，你就不想为百姓多做点事情吗？大小姐，我放着好好的火锅摊老板不干，我去京都府凑什么热闹？你要知道，这官场的规矩啊，比我火锅底料都复杂，我不想给自己找茬。陈伯母，你看他。婉儿、谦儿是怕后边又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处理不了，你就再等些日子，说不定过2天他就想通了。还是陈伯母比较好，不像某些人啊，每天端着个大架子。这段时间我就赖在这儿了。火锅给我管够啊！知道了，大小姐。等李家庄签了契，我能不能跟陈谦哥哥学熬汤？我想煮兔肉串，给娘买花布做新衣裳。你先把加盟2个字学会再说吧，等各村开起火锅店，那李员外就不敢来抢咱地了。老东西，
是不是陈谦让你们加盟的？你们什么人啊？我们就走亲戚，跟陈谦有什么关系啊？少装蒜！帮我给陈谦带个话，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就要承担后果。不许打我爹！王小，我跟你拼了！回去告诉陈谦，以后再胡作非为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走。王小，你没事吧？王小，人出来，王小，我们快到家了。爹，加盟契没丢。陈谦哥哥要的。王伯，这咋了？王小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六婶啊，你快回去告诉陈谦，有人要教训他，把我跟王小给打了。快点，一会儿来不及了。走，快点走！陈谦，出事了！你快点出来！陈谦出来了！王小，陈谦出事了！王小出事了，被别人打成重伤了。你再想想，钱渊他在朝中势力庞大，只靠火锅店没有办法护住村民，只有进京督府才能拥有与之抗衡的力量。陈谦，王小被别人打成重伤了！王小，谁干的？你这册子上的证词仅仅是你的一面之词，非铁证。反了你们！你妈现在拿这个顶气，那是天经地义。钱渊，一定是他。这老东西不敢冲我来，就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孩子下手。是钱渊吧？我去找他算账。你不能去。他们说你坏了钱大人的事，要狠狠的教训你啊！都怪我没有保护好王小。王小，昨天王伯还拍着胸脯说：“陈谦兄弟，俺信你。”王小还拽着我的衣角说：“陈谦哥哥，我想帮你。”我还拍着胸脯保证说：“跟着我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们。”可现在，我连一个信任我的孩子都护不住，我真是个笑话。以为靠现代商业思维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，以为抱团反抗就能赢过官绅。可在钱渊这样的强权面前，我这点本事根本就不堪一击。如果我没有执着于对抗钱渊，如果我没有搞什么火锅加盟，只是安安稳稳的做个小摊贩，王伯和王小是不是就不会遭这份罪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郎中啊！对，找郎中，快找郎中！对，快去找郎中！小心点，王小，慢点。陈谦，你别把自己锁在里面啊！王小还在等着你拿主意，村民们都还盼着你呢，你不能这样躲着呀！好孩子，他就是一时想不通，心里堵得慌。你先回去照看王小，这边啊，一会儿我和他聊一聊，娘最知道他什么脾气了。陈伯母，那您就劝劝他，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扛，别一个人钻牛角尖。好的，快去吧啊！
千儿，千儿，娘给你送粥过来了，熬了半个多时辰呢。你最爱喝的小米粥，不吃可凉了啊。娘来给你送点吃的。千儿，快把粥喝了。娘刚才啊，去郎中家看了，李郎中说那王小啊，虽然伤得重，但是没伤及要害，得养些时日。王伯这胳膊骨裂了，但是打了夹板，慢慢也能养好。是我连累了他们，我不该搞什么加盟，不该得罪那钱渊，他们也不用跟着我受罪。千儿啊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你10岁那年，你爹刚走的第2个月，邻村的二娃子抢你的窝头，你就在手里攥着，就是不给他，他就把你推到了泥地里，那窝头滚了一圈，沾满了你。你啊，还不敢还手，就抱着膝盖躲进了柴房里。娘拿着擀面杖过去的时候，那二娃子的娘还护着那娃，跟我说抢你个窝头怎么了？娘跟他吵到了日头偏西，我就把那个沾满了泥的窝头捡回来，我就吹干净了呀，放到你手里，你就攥着那窝头跟我说，娘，我要变强大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。娘，孩子，现在的村民呢，跟当年的你一模一样。那李员外抢你王婆的地，他跪了半宿啊，那额头都磕破皮了，都不管用。哎，那衙役收苛捐的时候，你留神藏在那灶堂里的鸡蛋都被他们收走了，一家老小整整饿了2天。钱渊带的人砸你周叔摊子的时候，他连个反抗的勇气都没有。是你带着他们搞加盟，你王伯才有勇气跟李员外说那地是我的，你留神才敢把那鸡蛋摆出来卖，因为他们觉得呀，有人给他们撑腰了。你以为他们怪你？刚才他们来送小米的时候，刘婶还跟我说，要是没有陈谦呢，他们这辈子都不敢跟钱渊叫板。你王伯呀，昏昏沉沉的，还攥着我的手，跟我说，告诉陈谦，别怪自己。娘，哎，我明白了，我会振作起来。好，好孩子，你告诉娘，你真的是陈谦吗？啊？娘，你怎么？你刚醒那会儿，就喊我妈，又说什么加盟费、商业机密什么的。以前你哪懂这些呀？你连个账本都看不懂。娘，可是你呀，护着我和清河，帮这些村民挡着李员外。你跟当年呢，攥着馒头，哭着跟我说要强大的娃，是一样的。娘，哎，我不是你的亲儿子，我其实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他身上了。我怕您怪我强占了他的身体。傻孩子，什么怪不怪的？
是你替他给我养老，你还替他护着咱们这个家，替他活出了咱老陈家想都不敢想的样子。娘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管你是哪个世界的陈谦，你都是娘的儿。原来娘早都知道了。娘，快把粥喝了，快点，要不清河该担心了。以后的路啊，更难走。娘能帮上你的不多。孩子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你在哪儿，家里啊都有你一口热粥喝啊！来，趁热喝。第三，方子只能自己用，不能传给外人。要是传了，就得赔付10倍的加盟费。清河丫头，李家庄的加盟营都收齐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还想着请你哥过去，给他们熬第一锅锅底呢。都收齐了，我哥说他忙完就去。对了，王伯，王小今天醒了没？醒了，郎中还说娃命硬呢。今天早上还闹着要吃火锅串呢。俺让俺当家的今天上山打兔肉，今天晚上给娃炖肉吃。陈谦来了。陈谦，京都来密信了，前冤还没有罢休。他给户部递上奏折，说巡案在清溪县办案太拖沓，要把他调去临县，换成他的亲信来接手。而且李员外和巡抚可能要被捞出来。这种东西还想掩盖罪行？咱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县城和李员外揪出来，绝对不能让他翻篇，不能让他翻篇。田园想要换巡案，咱们就偏偏不让他换。对，没错。苏小姐，能否写封信回京都，就说田园想要换巡案，掩盖罪行的证据，把他告诉令桃。我已经让春桃去送信了，但是我听说前元他在朝中势力庞大，光靠送信可能还不够。你之前说你不想进官场，但是目前只有你才能跟前元硬碰硬。婉儿，我决定了，我和你去京都府。哥，你……从前我觉得做火锅加盟就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，可前元让我知道，没有实权，再大的家业都护不住。只有我进入官场，把这些贪官污吏彻底清除，才能让火锅摊，让大家真正的安稳下来。好，陈谦，我支持你。对，支持你，对，支持你，支持你，没错，就是你去吧，家里加盟的事有俺们呢，我们都支持你。等你当大官，看谁还欺负咱。前渊，你想跟我斗，那就来吧。这次我不仅要护着村民，还要把你这些贪官一个个拉下马。各位，我明天一早就动身。这新巡案来了以后，一开始可能不会做得很过分，大家该经营经营，该交税交税。好，但他若是欺负你们，你们用账本好好的记下来，我在京都有信会立刻传回来。陈谦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如果到了京都受了委屈，就给家里捎个信儿啊！全村都给你撑腰。我们支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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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你。哦，我说苏大小姐，你这京都来的马车比我家拉货的板车还颠，再这么晃下去，我腰都要断了。嫌颠啊？那你别坐啊，下去跟春桃一起赶马车。这个糖糕是春桃特意绕路买的，你要是再抱怨的话，我就让他把剩下的全吃了，省得你浪费粮食。我吃这么一块儿，你就觉得浪费了？当初不知道是谁吃火锅，一人吃一锅，我想过去挑2筷子，还护食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明明就是你做的太少了。
哟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啊？小姐，公子，前面路太偏，都是树林，看着不太对劲。哎呀妈呀！哪来的毛贼，敢拦京都府的车驾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掉脑袋？等我们把你们俩脑袋拧下来，知道是我们干的。付钱的人说了，只要拦住你俩去京都，赏银够我们快活大半辈子了。小子，躲在女人身后，让女人给你撑腰，算什么本事？识相的话，现在马上立刻滚回你的清溪县，继续做你的火锅店老板。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如果说你继续执迷不悟，陪着苏小姐回京都闹事的话，今天我就把你埋在这林子里。拦着我们去京都，看来又是前渊的人。应该是吧？你别去，春桃会武功。嗯。东土子，都这时候了，还要摸我的手？想和我单挑，你们也配？这样，你们两个一起上。小子，你还挺横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陈谦，不要逞强。是啊，我能拖住他们，你们快跑！放心，我有秘密武器。他还想跑？你过来呀！找死你！眼睛，我的眼睛！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。我一卖火锅的打不过，还不能用道具啊，不然我真得挨揍了。给我追！小姐，山神庙，快躲进去！走。站住！再跑把你腿卸掉！站住！他们快追上来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人谦，赶快给我出来！我现在已经看到你了，小心我抓住你，把你剁成肉酱！刚刚明明看见有人进来了，人呢？陈谦，别躲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家躲在一个女人身后，算什么本事？出来吧，陈谦！靠，这小女子身上怎么这么香？哥们都几个月没开过荤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撑住啊，小陈谦，可别在这时候丢人了。陈谦，你不是很能装吗？要跟我单挑吗？来，我在这呢，来啊，跟我单挑啊！你就是一个怂包。嘘，别出声儿。平时看着吊儿郎当，关键时候倒挺可靠。出来吧，一个大男人的躲什么呀躲？你怎么还带根棍子在身上？邓夫子，嘘，他们还在。守好，上去看看。我去，我刀呢？他奶奶的，跑得还挺快。走。邓秃子，这种时候还有心思想这种下流的事情？哎，大小姐，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，要是没点反应，那才不正常呢。你下次要是再敢这样，我就让春桃把你阉了，然后喂狗。哎呀，我不好，我不好。我扶你下来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
哎呀，大小姐，我刚要扶你，你不让，现在好了，这脚又摔了。哎，你坐，我来给你看看伤的怎么样。疼，慢点儿。轻一点儿，疼。我力气比较大，你忍一忍啊。轻一点儿。疼。登徒子，休要欺负我家小姐。你管谁叫登徒子呢？啊？你听错了，春桃，快来扶我，我脚崴了。别让这登徒子碰我。唉，真是好心没好报啊！哎。哎，这有家药铺，要不先进去处理你的脚，不然到了驿站也走不动。走吧。谁让你多管闲事？我自己能走。小姐，就听公子的吧，这脚肿得跟馒头一样，再拖该严重了。走吧。掌柜的，我们有人脚崴了，帮忙看看吧。哎呦，快，坐这儿。我来看看，这只脚吗？脚踝这儿。哎呦，这挺严重啊！我得拿点消肿止痛的，你先稍等一下啊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买几个热馒头，正好走之前垫垫肚子。公子小心点，昨天8连的人说不定还在附近呢。老板，来3个包子。姑娘这是崴得很了，最近尽量少走路，要不然落下病根可就不好了。公子你怎么了？是前院的人，他的手下8连，现在正盯着药铺呢。那怎么办？咱们现在出去会不会被堵住啊？你们莫不是和东边县城的火锅摊有关？我前阵子听一个赶集的农户说的，说那边有个年轻人带着村民把那个李员外和县城都斗倒了，还敢和钱大人叫板。怎么，老板，你认识？我早有耳闻了，当初一听说这事儿，我就对那个年轻人属实佩服的紧呐。老板，你佩服的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难道这就是那位？掌柜抬举了。哎呀，那您就是那位陈小哥，我早就听说你的事儿了，能跟关山硬刚，还能护着村民，是条汉子。这儿出去有个小门，门外300米，老槐树下边有一辆马车，那车夫姓赵，是我远房的表弟，放心，跟我很熟的。你们拿着这个木牌去找他，见到他就说是我让送的。他常跑京都，路很熟，2天左右就能到，比走官道快，还能绕开前渊的人。多谢掌柜的仗义相助，这份情我陈前记在心里，以后要是有机会回清溪，一定来谢你。哎呀，不用。掌柜的，您跟我们说这些，就不怕他们的人报复吗？哎呦，我怕他？您出去打听打听，我们这儿可是给太医供药的，他前院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行了，别耽误事儿，快走，从后院拆门走，我帮你们拖住他们。记住，见到赵车夫就亮木牌，啊，别多说话，好吧？掌柜的这份情，我会记一辈子。嫂嫂这里有没有？快走吧，我自己会走。掌柜的，刚才进来这几个人去哪儿了？哎呦，哪有什么人呢？我这刚开门，还没人进来呢。你少跟我装蒜啊！我亲眼看他们进来的。
敢不敢让我搜啊？搜不到我再走。真没人，你看没有啊？哎你，哼，还没有。哎呀，小姐，来不及了，你就快走吧。哎呀！上车。来，没想到这清溪镇还有这么仗义的人啊！那是因为公子的名声好，连外镇的人都知道他护着百姓呢。陛下，苏丞相求见，说有清溪县急信。宣，宣，苏丞相觐见。陛下，晚儿捎信来说，陈谦一行人已经到了京都城外清风驿站。可是听说钱渊昨日召集了人马，准备为难陈谦。哼，这倒是有意思。让他去吧，朕也想看看婉儿选中的人水平究竟在哪里。陈谦，别来无恙啊！托钱大人的福，最近过得还不错。就是不知道钱大人那2位手下眼睛如何？毕竟是大人的得力助手，总顶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去办事，倒显得大人管教无方啊！哼，牙尖嘴利的小子！不过这可是京都，不是你那小镇子，带一帮刁民闹一闹就能成功。刁民？难道没有满足你那些不合理的要求，就是刁民了？我们要不要打个赌？你来与我辩法，我若是输了，便把李员外强占王勃的3亩良田还回去，还得在这驿站门口还，还要当众认错。我若是赢了，你便收拾东西打道回府，顺便将火锅的方子交出来，你看如何？大人请便。如今南部洪灾，北部蛮夷犯境，国库空虚，朝廷急需银两，赈灾养兵。你若是坐在我这户部尚书的位置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加征赋税，还是克扣军饷？你倒说说呀！你这靠刁民撑腰的本事，还能填了国库的窟窿？这问题是明摆着挖坑，说加税就是苛待百姓，说克扣军饷就是罔顾边防，怎么打都落人口实啊！我倒要看看这能在清溪搅动风云的小子怎么解这棘手的问题。我倒是想听听钱大人是怎么做的，是加征了河堤捐滩呢，还是收受了乡绅的好处？本官问的是你，不是本官。你只需回答怎么做，少跟我扯些没用的。我的做法自然是以商养民，以民养国。南部赈灾要10万两，北部养兵要20万两。
就你一句以商养民，就能解决了。哎，钱大人别急，我来给你算一笔账。在我来清溪镇开火锅摊之前，村里的农户1亩地除去赋税，只能挣不到2两。但王伯加盟火锅摊，1个月就已经挣了3两银子，我1分税赋未加，只是让百姓多赚了钱，但这朝廷的税赋却上涨了3成。这填补空缺啊，还是要让百姓赚得多，他才能交得多。哼，就你这小打小闹的生意，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！钱大人，你看啊，到目前为止，清溪加盟火锅摊子已经有20多家，加上邻县还有10多家在筹备。我预计下个月为止，整个县应该会有50多家摊子，全国有100多个县，每县每户一次交1两税，那么1个月就是5000两，1年可是6万两。这单单只是加盟我火锅店的事儿，如果把这法子用在农耕织田上，那百姓赚的可远远不止这些了。不过是些取巧的法子。取巧的法子？那您的法子是收受李员外50两白银，让他强占王伯3亩耕地，让那县城多加3重重捐。你这是填补空缺，还是挖本朝的根基呀？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好小子，不愧是婉儿推荐的，根本不进钱渊的圈套，反而还咬了他一口。钱大人，要说填窟窿，我这让百姓赚钱的法子，比起您搜刮民脂民膏，可靠谱多了。您说呢？哼，乡野间的小伎俩，也配在这京都一掌搬弄？官拿的是户部赋税，管的是全国的窟窿。哼，没空跟你这黄毛小子掰扯。陈谦，你记住，京都不比清溪，光靠嘴皮子很难保住你那火锅摊子。哎，钱大人，别走啊，我还没聊够呢。哎，你别太张扬了，钱渊他最是记仇，以后咱们在京都啊，可得小心了。慕容姐姐，好小子，真是能言善辩。我早就看他不爽了。我去，你和陛下关系这么近？那当然啦，登徒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的话，我就让我的慕容姐姐教训你。登徒子，这小子看着机灵，倒也确实没规矩。在京都府敢怼户部尚书，现在见了朕，第一句竟是我去。你这朋友胆子倒是比你大。好了，不必整这些繁文缛节，跟我进去吃茶，聊一聊你以商养民、以民养国的办法。陈逍遥，你说的以商养民、以民养国的办法很新颖，很好啊。明日早朝，朕就把这规划图带上去，让户部、工部的大臣都好好议一。若真能以此推行，不仅是赈灾，还是养兵，都能少走不少弯路呢。哎，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带的人。瞧你这得意的样子，尾巴呀都要翘到房梁顶上去了。快带陈谦去后院厢房歇息吧，他从清溪赶过来，一路上都没松过劲儿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厢房，比你那茅草屋啊舒服10倍。陛下，陈谦这孩子不仅有新点子，
更难得的是懂得底层百姓的难处。上次清西抗捐，他没有只顾着自己，就连百姓的冤情他都一一记了下来。就这份心，比才华更可贵。陛下可要重用啊！朕自然瞧得出他的好，可他无科举功名，又无世家背景，贸然封官，恐怕遭朝臣非议，折了他的锐气啊！启禀陛下，3日后，蛮夷的使臣将携贡品进谏，说是要为两国的邦交献议。陛下，听闻蛮夷使臣向来倨傲，不如让陈谦随行应对，既不用刻意给他官职，让他以民间献策者的身份随行，测试他的应变能力。若是能打消蛮夷的气焰，朝臣们也无话可说。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办。3日后，让他随朕一起去大殿。你这床怎么比我的还软？喂，你苏小姐，你搞清楚权责，这房是我陈谦的名字，我还没沾边呢，你倒是先躺下了，哪有客人占主人床的道理啊？哎，我累了一路护送你，脚还崴了，在你床上躺下怎么了？你要再不走，我可就躺下了。反正这床够宽够大，咱们1人1半也不挤。你敢？哦呦，还威胁我？小爷我最不怕威胁，我来了！你个蹬秃子，你快给我下去！你再不下去，我可要踢你了！我不下，我就不下。你敢攻我女儿？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你听我解释呀！是他先接我，我才接住他。谁让他耍无赖的？站住！咱们泡杯茶，好好聊聊，好好聊聊。陈小友，刚才是老夫一时冲动，错怪你了。反而你这丫头也真是的，占了陈小友的床不说，也不早点解释，平白无故闹了这场笑话呀！谁让他耍无赖的？没事没事，苏丞相也是护女心切，我能理解，能理解。说正事，我来是告诉你，3日后蛮夷使臣入朝觐见，就是常年在北部边境挑事、崇尚武力的那伙人。我和陛下商量过了，让你以民间献策者的身份随行应对。陈谦，他们那帮人最是蛮横，还喜欢刁难人。你又没习过武，万一他们对你动手怎么办？放心好了，不过是一帮蛮子而已，比不过武力，还比不过脑子吗？你小子可不准动手动脚啊！陛下还真敢用人，这陈谦，一个乡野小子，连朝廷的规矩也没摸清楚，竟敢让他去应对蛮夷使臣。大人，小的还听说那蛮夷使臣向来倨傲，最看不起没功名、没武力的年轻人，到时候肯定会故意刁难陈谦。万一陈谦应对不好，得罪了使臣，那可是……即刻把这封信送到蛮夷使臣的驿站，就说我们无意得知，陈谦就是之前坏了清溪县李员外和县城的好事的那个小子，而且他并非习武，就是一个靠耍嘴皮子的火锅贩子。小的明白，这样一来，那蛮夷使臣必定会针对陈谦，只要陈谦出丑，甚至惹怒使臣，陛下就算再护着他，也得治他的罪。赶紧去吧。是。
3日后，蛮夷使臣巴图携贡品觐见，此次他们来者不善，既为邦交，也为探我大印虚实。可有哪位亲家愿出面应对？既不失我朝体面，又能看清他们底细呀？这怎么办？是啊。陛下，臣举荐陈谦。此子虽无功名在身，却甚是心思活络，懂民间疾苦，更擅长用巧劲化解难题。若让他以民间献策者的身份对应蛮夷，这样避免了朝臣直接与蛮夷之间起冲突，又能让巴图见识我大印民间有能人，比派武将岂不更妙？妙，他先试试。陛下，臣认为不可。那巴图乃蛮夷首领，常年征战，最崇尚武力，而陈谦只不过是个乡野小子，连弓都拉不开。要是巴图故意刁难，与他比剑比力气，他拿什么应对？万一应对失当，蛮夷可能会当场掀桌子。到那时，不仅邦交破裂，我们还得派兵守边境。说的没错，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陛下，钱大人说的对，陈谦无职无闲，让他去应对使臣，确实显得我朝无人，恐遭蛮夷耻笑呀。对呀，没错呀，说的没错，说的对呀，说也对。陛下，臣倒是觉得，正因巴图崇尚武力，才该派陈谦去。陈谦虽无武力，却有极智，他能在清溪县以弱胜强，定然也能应对得了巴图的刁难。而且以民间人的身份去，既能让巴图见识到我大印朝堂不仅有贤臣，大印民间亦有能人，并非只靠武力立足。对呀！诸位爱卿不必争论，朕意已决。3日后就让陈谦以民间献策者的身份随行觐见。钱亲家的担忧，朕自然知晓。苏亲家，你让陈谦提前做好准备。若是蛮夷为难，许他便宜行事，不必拘泥于朝堂规矩。臣遵旨。退朝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钱钟已经把信送到了，陈谦，你就等着好看吧。婉儿，前阵子听你爹说，你从清溪寻了个能人，不仅能做火锅，还帮助百姓斗倒了恶绅。是啊，娘，他脑子可灵了，就连李员外那么难对付的人，都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那这孩子今年多大？家里面还有什么人？可有婚配呀？哎呀，娘，我跟他只是顺路一起回京都，不算很熟的。那伯母好，听婉儿说您也特别喜欢吃辣的，这不带了些食材，特意来看你。哎呦，你这孩子来就来，还拿东西啊？那你们聊，我让下人把东西准备一下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天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我好心好意拿火锅给你吃，你还不领情？一会儿你这火锅别吃了。那不行，那如果你诚心邀请我的话，我还是会尝一尝的。爹。陈谦小友也在啊，我正好有事情跟你说。伯父请讲。密探刚从蛮夷的驿站回来，钱渊的手下偷偷塞了封信给巴图，信里明言要在3日之后故意刁难你。哟呵，这钱渊是真恨我呀！你还笑呢？这巴图本就倨傲，再加上钱渊递的这封信，指不定要怎么刁难你呢。你一点都不怕吗？坐呀。婉儿说的是，我刚从工部回来，巴图身边那个贴身大将军是个出了名的壮汉，每天都要到京郊的西市去吃2斤酱牛肉，力气大的
能扛着顶走半条街。如若他们真的要逼你用蛮力，你讨不着好。实在不行，我会和陛下说一声，换个懂武的武将去应对好了。我会和陛下下令换人的。哎，别急，您刚说巴图身边那个大将军每天在京师的酒楼吃2两牛肉？是啊，密探都盯了3天了，他每天午时准会去聚贤楼，而且连座位都不换，就爱坐窗边那张方桌。那我可要会会了。都回家了，就别再聊朝中的事了。快，先吃饭。早就听闻你做的那个火什么锅不错，我今天倒好好尝尝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走吧，夫人。哎，你打算怎么会会他啊？别问，晚上从家里偷偷溜出来。哎，那边那个就是巴图鲁，你要怎么会会他？别急，还没到时候。这破地方的肉，嚼起来跟木头似的，连我老家草原上刚宰的羔羊腿1半都比不上，还敢称聚贤楼？呸呸！好机会，你看着吧。兄弟说的有理啊！这聚贤楼我来过3回，他家牛肉每次炖得太柴太干，一点嚼劲都没有。咱们食肉之人看法也是相似的。你哪来的瘦猴子，也敢跟我巴图鲁搭话喝酒？你就不怕我一拳把你打楼下去？您就是巴图鲁大将军？久仰久仰，早就听人说，这鞑靼部落有一位力能扛鼎的将军，懂酒食肉。没想到今天在这聚贤楼遇见，今天这顿饭我请了。你倒是挺会说话呀。不过巴图鲁向来吃酒吃肉，不需要别人请。我鞑靼人讲究有来有往，你如果也懂肉，便一起坐下，大口吃肉喝酒。将军豪爽，我看得出将军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去的英雄好汉，自幼在某一方面便有过人的天赋，可惜从未被发掘，最终在实现自我抱负的途中屡遭挫折，偶遇强敌，勇攀高峰。别人都难以望其项背，很难想象以后这个世界要被你如何的震撼恐惧。知己啊！真没想到通原的猴子竟如此这般懂我。还好我以前喜欢看小说，这套路套用哪个将军都能用啊。怎么了，兄弟？我曾经和村里人呢学过观气之术，那是一种巫术。将军，坐下来说。将军，表面上看你硬得像块石头，刚才连喝3杯烈酒，眼都不眨一下。可是刚说到漠北草原，您的眼尾动了一下，那是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虽然您在部落装得无坚不摧，可是到晚上看着草原的星星时，也会觉得寂寞孤独。胡说！我是部落大将军，怎么可能孤独？您刚刚吃完这盘牛骨，我看见您把骨头上的肉都剔下来又吃了下去，这是过苦日子的人才有的习惯。您从草原的地层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一定受尽了委屈。您周围那些贵族子弟，他们说您是放羊娃，那个时候您的拳头攥的都得出血了，要把牙咬碎了咽进肚子里。哪怕您打了胜仗，也不敢过分喜悦，怕别人说你是得意忘形。兄弟啊，你真是我的知己啊！草原的人没有人懂我，没想到在中原的客栈里都让你给看破了。来，我敬你一碗。现代那套狗来了都能中2条的语录拿出来，
真是碾压！啊，将军，咱们光喝酒没意思。我是做火锅底料生意的，我这份底料，您带回去尝尝，让您尝尝草原没有的味道。娘子，让小二拿只锅来，装满水。哦，好。哎，来，我们喝我们的。将军，您尝尝，这肉啊，蘸上这个蒜泥，肯定比这的酱牛肉好吃。那好吃好吃。没想到你这个巫师的厨艺这么好。哎，来吃。不瞒您说，您最近怎么了？3日之内有血光之灾。血光之灾？兄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的中原要出事，还是部落里有人害我？这灾呀，不在草原，就在这京都啊，还和朝堂上的算计有关。这几天你是不是见过中原官员的手下？和您说3日之后觐见之事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人确实跟我说，觐见的时候，要是逼得中原人出丑，就能让你们的陛下重手鞑靼部。哎呀，这哪是帮你，这是把你当枪使啊！就算3日之后，你去了比试，不管输赢，那个人一定会到陛下面前说您的坏话，到时候不仅邦交不成，您能否安全回到草原，都是个问题。将军冷静，既然臣妾能看得出来，那么他一定有解决办法。对啊，兄弟，你既然能看破灾难，肯定有办法化解。求你追着我，我要活着回草原看我刚出生的儿子。您先把这底料带回去，连续3天在申时熬羊肉吃。我这底料里啊，有驱寒的成分，能消除您眉宇之间的晦气。至于这觐见嘛，您就称病不去，让巴图将军带您去。可我要是不去，会不会让陛下觉得我鞑靼部不重视邦交啊？您的性命比政事重要啊！再说了，这巴图将军英勇善战，善通人情世故，让他去绝对比您硬碰硬合适多了。咱们还想把草原的羊卖往中原呢。对呀，通商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兄弟，你说的对，命在我才能帮部落赚银子。将军啊，您把我这底料带回去，您要是觉得好吃，和部落周围的人推广推广，以后啊，草原的羊肉往中原运，我的底料往草原卖，咱们就是双赢。这比朝堂上那些勾心斗角强多了。兄弟放心，我回去肯定帮你好好宣传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走了。哎呀，搞定！前元想借刀杀人，反而帮咱们打开了草原的销路。也就你能想出这种用火锅底料来化解灾劫的办法，还顺便做了笔生意。可是，这火锅底料真的管用吗？有没有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信你。再说了，我这火锅底料这么香，说不定在草原真能火起来。曾徒子，谁让你靠我这么近的？还有，刚才叫我什么娘子，油嘴滑舌，只有巴图鲁那种憨直性子才会相信你的鬼话，真以为自己是巫师啦？哪有巫师有这么好的手艺啊？刚才你吃这肉的时候啊，我看你眼睛都直了。如果草原真卖上底料，我看你比那巴图鲁还急。我才不会呢！再说了，你刚才乱叫我娘子，要是被我爹知道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走了，明天还要去朝堂呢，不知道田园这坏小子还憋着什么坏水呢。我当然不能让我未来的老板娘
看着我丢脸。什么未来老板娘？你要是再乱说话，我就让春桃把你那个火锅底料拿去喂狗。宣达达统帅巴图觐见。达达统帅巴图，见过大印陛下。大胆，见陛下为何不跪？我草原儿女，跪天地，跪狼神，跪战死的英雄，能给你们行暗兄礼，已是看在陛下与我家统帅谈通商的面子上。一群躲在朝堂里的中原猴子，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谈规矩？你，草原待客有礼，但你们张口闭口猴子，这就是你们达达的规矩？你们可弄清了，是你们来商量通商，不是我们求你们来卖羊肉。哼，哪儿冒出来的瘦猴子？就算我让你双手也能赢你。再说了，就算协商不妥，大不了我们直接发兵打到你们同意就是。这怎么这样啊？好啊，那不如咱们来比试比试。若是你赢了，就免去那些礼数，礼品也退还给你；但若是你输了，就得按我们中原的礼节跪下行礼，还有赔1000头羊给我们做赔礼。大胆陈谦！你只是个市井小贩，也敢代表朝廷下赌约？要真是输了，丢的可是大印的脸面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钱大人刚才喊那么凶，你想踢我啊？本官乃朝廷命官，岂能与蛮夷逞匹夫之勇？那就闭嘴。在场有哪位大臣要带我出战啊？哎呀，谁上啊？你上。这比试关乎到大印的脸面，你们不会让我一个市井小贩来承担吧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一帮只会处在朝堂嚷着脸面的家伙，在这里碍手碍脚，影响我比试。陛下，你要三思啊！这赌约毕竟代表大印的脸面，不可儿戏呀！怎么老是你？这样，若是我输了，我责任自己承担，我会把火锅底料的配方给你。但若是我赢了，我其他的都不要，只求钱大人拿出1000两银子来救济灾民，可好？1000两罢了，有何不可？我答应。但你要是输了，你不许耍赖，那配方双手奉上。爹，陈谦他怎么会提出这种赌约啊？那个朝鲁明明那么能打，他这样不是太不利了吗？丫头，这陈谦可精着呢。陛下既要保住大印国的脸面，又愁清溪县赈灾的银子没着落，他立着赌约，又能封住钱渊的嘴，又能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，这可是一举两得。那他能赢吗？你要是没把握，他会立这赌约吗？你就瞧着吧。陈渊善使用巧劲，他肯定不会跟朝鲁去拼的。喂，你拿我们当空气啊？商量好了没有？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刚才我和钱大人商量了一下比赛的事情，耽误了些时辰。现在该会会你了。哼，可算来了，那就别磨磨蹭蹭了，咱们就比摔跤。我让你双手，你若能把我撂倒，就算你赢。且慢，您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在我们中原有个规矩叫客随主便。既然在我们大印的皇宫底下，自然要遵从我们的规矩。再说了，您用草原带来的法子，不是在陛下面前丢了礼数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草原也讲入乡随俗，你说要有中原的规矩，那便有中原的规矩就好，这样我们也赢得坦荡些。好，不愧是草原统领100万雄师的统帅，
我的规矩很简单，那就是石头剪刀布。你这是拿打斗当儿戏！我草原汉子的较量，怎么能用这种幼稚的法子？陛下，这陈谦简直是在胡闹！比斗关乎国威，岂能拿儿童玩耍的把戏来糊弄？他分明是怕朝鲁，想耍赖。这个登徒子真是坏的没边了，亏朝鲁还真跟他较真。朝鲁兄，刚才统帅都说了，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来，你也没有反对啊。若是你现在反悔，不太合适吧？那便依你。哼，来就来，不就中原的玩闹把戏吗？我还能怕你不成？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故意耍我玩啊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你们草原汉子是不是言出必行，一字千金？哼，那还用说？谁不知道？我们草原人最遵守的就是承诺。那记不记得你说过要让我双手？你，哎，看来这草原汉子言出必行的传闻不完全是真的。要不咱们就正常一点嘛，你也不用让我双手，反正也不丢人呐。好，我就让你双手来。哎呀，这蛮子好生无礼。那我可就来了，石头剪刀布。不，够了！我们是说，统帅，我马上就成了。他看你自己的丑态，在人家大印的殿堂上，这就算赢了，也丢尽了我们草原人的脸。这赢不赢也罢，那就承让了。你小子够机灵啊！用中原人的巧劲儿，这局我们不服。这样，我们3局2胜，敢不敢去？可以，我认同。这局比什么？我们来定。统领，请讲。这一局我们来比骑马射箭。我们草原人骑马射箭还没怕过谁。骑马射箭是草原人的强项。陈谦一个市井小贩哪会这个？这小子等着出丑吧。爹，陈谦他会骑马射箭吗？别急，这小子呀向来有后手。可以，就比骑马。算你小子聪明，我们准备一下吧。哎，别慌，这把我认输。陈谦，你真不把大印的脸面放在眼里？靠，怎么老是你？有完没完啊？我就是个秒推挂机的，怎么了？你要踢我啊？你目无尊卑的臭小子！陛下，陛下，你看他！巴图统帅，这人各有所长。你们是在草原的马背上长大的，这骑马射箭对你们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本领。我一个卖火锅的跟你们比射箭，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算你小子识相。草原汉子骑马射箭，岂是你中原小贩可以比的？在下甘拜下风，佩服佩服。现在咱们是1比1平了。是，到你定规矩了。巴图统领果然豪爽。那我们下一局，不如比作诗如何？你这小摊贩子，未曾科举的火锅贩子也会作诗？是啊，作诗是文人雅客的事，他一个小贩懂什么？该不是认输，简直无理取闹。爹，这陈谦他一天私塾都没正经上过，哪里会作诗啊？会不会是这认输慌了神，随口乱说的？要不我去求求陛下，让他给咱们换一个比试方法。哎，丫头，你就放心吧，
这小子心里可有这数呢。放心放心，我虽不上门，但也听过草原老人口中吟诵的诗句。听他们说这小子不会作诗，那我便给他比上一比。行，我同意。既如此，便以中原和草原为题，以炷香为线。苏成，你与翰林院3位学士一同品线，定要公允。是。既然巴图统领如此豪爽，那你们先请。原本还怕陈谦抢先做事，自己没了思路，如今却主动让先，反倒给了我缓冲的余地。那我就试试。我也没读过书，也不会文人的酸句子，但我可以说点儿我们草原冬天的事儿。统帅您尽管说，草原的冬歌都是这么唱的，比那些文绉绉的诗好听多了。爹，我觉得巴图统帅他气势太过刚硬，他可能写不出来什么好诗的。傻丫头，巴图是统帅，他的诗里肯定有不足，有江山，这可不好说。雪漫千丈，连穹苍。风卷寒云赴北乡，铁骑踏霜护毡房。奶茶肺腑暖足邦，愿借中原3尺火，好气边寒万里长。不教烽烟青草色，共看日月照大江。好事，好事，好事，好事！雪漫千丈连苍穹一句，写尽草原冬日的壮阔。铁骑踏霜护毡房，又藏着统帅的担当，既有山河的气魄，又有不俗的温情，难得。爹，这也太有气势了吧！陈谦他能赢吗？坏了呀！没想到巴图能做出这么磅礴的诗。陈谦要是做不出这么壮阔的诗，输定了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共看日月照大江，把草原和中原的气魄融在一起，这不比那些风花雪月的酸雨好多了。不愧是统领，你写出来的诗有骨有血有家国。承让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请。装神弄鬼。陈谦，真要认输，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，别在陛下面前丢人现眼。急什么？听好了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这开篇，我竟能感受到有千军万马朝我奔赴而来。他平日里那么油嘴滑舌，没想到竟然有这般的铁血豪情啊！他怎么能吟出这么壮阔的话语？明明之前连账本都写得歪歪扭扭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统帅，这800里分麾下炙说的不就是草原大锅肉吗？将士们围坐同时，号角声震天，那时真的是振奋人心啊！好一个沙场秋点兵，字字铿锵，如闻号角，如见军阵。这等军旅豪情，古今文人难以匹敌。一个市井小贩竟能写出这般报国壮志，比起朝堂上那些只会粉饰太平的诗文，可好太多了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身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好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好一个白发生。此局达达不认输。陈小哥的诗里有刀光剑影，
有爱国的丹心，还有英雄的赤诚和遗憾。这1000头羊，3日之内便会派人送来，绝不食言。你谦虚了，不过您这1000头羊不会白要你的。正好我这里有一批火锅底料，草原的冬天极寒，带回去尝尝，说不定会喜欢呢。毕竟巴图鲁将军也很喜欢这口味。你还认识巴图鲁啊？难怪他说他身体不适，要留在驿站，原来早就被你拿下了。小哥，你是既有脑子又有气魄，我巴图更加佩服你了。不过和巴图鲁将军有过一面之缘，你诗中的吹角连营、沙场点兵，那字字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了。你从未上过战场，怎会有这样的军旅滋味？我虽未去过沙场，但是经常听村里老人讲，草原壮士守部落，中原将士护城池，这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着想。这份心，我把它写进诗里罢了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，都是为了百姓啊。钱大人，咱们的赌约现在该作数了吧？那1000两救灾银，你可别忘了。不就是1000两赈灾银吗？本官还没到赖账的地步，3日内便会由管家送至衙门，不必你反复提醒。那就好。钱亲家，你识大体便好。陈谦，你以诗折服鞑靼，为邦交破局，更在清溪护佑百姓，革新营生，此功当赏。传朕旨意，赏陈谦黄金100两，绸缎10匹。或许他随时可以入宫议事，后续参与中原与草原的通商筹划。谢陛下恩赐。不过这黄金与绸缎，在下只用30%，用于火锅底料的开发和店铺的拓展，这剩下来的就用于救济灾民吧。这火锅店也是靠百姓扶持的，我可不敢独吞这赏金。怪不得早就听闻程小哥被百姓青睐，原来你是时时刻刻都把百姓放在心里呀。怎么样？现在还担心这小子吗？谁担心他了？我只是因为他是我带来的，我不想让他丢我脸罢了。今日议事便到此为止吧。公公，你引巴图一行人去驿馆安置歇息，务必照料妥当。朕有些乏了，先去歇息。老奴遵旨。巴图统帅，诸位大人，请随老奴来。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哼，也不看看小爷是谁，拿捏他们，轻轻松松。行了，别臭屁了，今天晚上给我做顿火锅吃。不该你请我吃吗？我不管，你要是不请我吃的话，我告诉春桃你欺负我。不是你陛下，此人可堪重用，的确是块好料子，又有人间烟火气，又有应对大事的魄力。可是啊，他一无科举功名，二无世家托举，朕就担心会不会生出二心。陛下是什么意思？朕刚才看他跟婉儿倒挺适合，二人又都到了婚配的年纪，不如赐婚给他们如何？哎呀，陛下呀，婉儿可是我养了10多年的白菜，难道就被那臭小子给拱了吗？陛下，苏爱卿，收起你那没眼泪的哭腔吧。朕给你赐婚，可不是让你亏了。陈谦有极致，懂通商，又能镇住婉儿的性子，踏入你们京都府，可是添了个得力的帮手啊。可是我还是舍不得婉儿啊。若是能给她一官半职傍身，她到时候嫁过去陈家，至少也不至于被欺负，对吧？你这个老狐狸，心眼倒不少，表面怕你家婉儿受委屈，实则是想借着赐婚给陈谦多讨点实权的，方才哭天喊地的。现在我看你巴不得让陈谦赶紧进门，给你们苏家添砖加瓦呀。陛下，这也不是为朝廷着想嘛。
对了，婉儿这个婚事，我还是要回去问问她本人一下。知道了，今晚喊上他们俩一起吃个饭。臣妾今晚在我府准备了火锅，陛下要不然一起呀？朕早就听闻这神仙火锅做得不错，今晚就去尝一尝吧。哎，少放点啦！怎么，你来天魁了？你，陛下，你也来了。早就听闻你做的火锅不错，朕今天来尝尝。您先过去休息一会儿。伯父，您回来了。哼，你爹怎么黑着脸啊？他也来天魁了？你才来天魁呢，肯定是你做了什么事得罪他了，小心点吧你。慕容姐姐，我可想你了。你呀，都多大了还撒娇？以后成了亲可怎么办？我才不要成亲呢！我不要便宜那些臭男人，我要一辈子陪着爹娘，还有你。还是我女儿好，就是不能便宜外面那些坏男人。说什么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是觉得婉儿应该有心仪的对象了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婉儿，你觉得陈谦怎么样？他就那样吧，火锅做的挺好吃的。我问的可不是这方面哦。哎呀，慕容姐姐，你也取笑我。傻丫头，害羞什么？男婚女嫁本就是正经事，有喜欢的人啊，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。他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登徒子。什么？他轻薄你了？我找他去。哎，没有。爹，我刚是乱说的，他就有点贫嘴，没做过越轨的事情。那你就是心里有他喽？哎呀，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吧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他天天就知道说我，还总是跟我拌嘴。火锅熬好了，再不吃啊，肉就要老了。这个我刚听到有人说我嘴贫呢，婉儿，又说我坏话。这登徒子进来也不打个招呼，不知道刚刚的话听见了多少。婉儿，又说我坏话了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刚进来。怎么，怕我听到你说我坏话？今晚的火锅丸子你少吃2个。那不行，那是我让春桃提前买的，凭什么我少吃啊？好了，咱们先进去尝尝。怪不得都说你的手艺好吃，这是真不错。那是自然。婉儿，给陛下留点儿。我这不是帮他试毒吗？万一这食材不新鲜呢？陈谦，你有这手艺，以后妻子可有福了。你可有什么心仪之人？我一直忙着火锅加盟、村民对账，实在没空想这些儿女情长之事。没空想？婉儿对你的心思看不出来。婉儿当然是很好，但是我们俩不一样，她是京都出身的，金尊玉贵惯了。我呢，一个村头摆火锅的，连县衙都没进去过几次。一没背景，二没功名。我和婉儿在一起，别人说我攀高枝，毁了婉儿名声，还连累了苏家。这小子怎么怕委屈，说成了怕连累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喜欢那些有功名的大公子，看不起你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陈谦，你混蛋！婉儿，你小子平时不是挺精明的吗？今天怎么这么笨？好好的话都被你说歪了。好了，快去解释清楚吧，晚了。婉儿真的生气了。都怪你，肯定是你刚刚进来黑着脸，给陈谦吓到了。要是少了这么个好女婿，你就等着哭吧。哎呀，他要供我养了10多年的白菜，我肯定不乐意呀。婉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糖糕。不要，谁要你留的东西啊？婉儿，我刚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是说你嫌我没功名，我是怕旁人议论，说你一个京都来的大小姐和我村口摆摊的小贩在一起，委屈了你。委屈？你觉得我是那种会嫌你没功名的人？当初在清溪镇的时候，
你连个正经摊位都没有，我不还是跟着你一起躲着里员外的人，跟着你一起蹲在山神庙里面啃那些冷馒头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怕你委屈，不是说你嫌我。我生气的是，你竟然会因此觉得我会跟你生分，你没把我当自己人。好了，婉儿，你别生气了。别碰我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理你了。那我回清溪县了，在京都的日子让你和苏丞相麻烦了，告辞。陈谦，混蛋！你那么聪明的人，我就是让你继续哄我，这你都听不明白吗？婉儿，混蛋！你知道我不想让你走，你还说你要回清溪镇，你就是故意气我。婉儿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小姐，陈公子，老爷叫我来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每次都能撞到，后面陈公子真成了驸马，不会给我穿小鞋吧？春桃，苏丞相让你来干嘛？完了，果然不开心了。老爷叫我来看看你们怎么还没回去，饭都要凉了。婉儿，咱回去吧，别让你爹久等。老爷，小姐和陈公子回来了。哎，臭小子，当着我们的面拉扯，当我们是空气呀！好啦，快吃饭，都该凉了。既然你们情投意合，不如朕现在就下旨，给你们个良辰吉日成婚，可好？陛下先不急，陛下先不急。哦，这次又是为何？这媒妁之言，父母之约。我想先带婉儿回家正式见一下我的母亲。虽然之前见过，但是这和成亲不一样。这话说的在理，丑媳妇儿总该见公婆。你母亲把你养那么大不容易，是该让她见见婉儿这好姑娘。娘，我哪里丑了？好，等你这阵子忙完通商之事，朕就准你回家一次。谢陛下。说到这通商之事，他们决定出口羊肉到我们这儿，这是邦交大事。朕决定拨出5000两军饷给你做启动资金。陛下不可。哦，为何？你是嫌少了吗？陛下，这弱国无外交。我们现在和鞑靼部落虽然关系很好，可这10年后、20年后呢？到时候他们看我们兵力不强，武器不利，再次进攻中原，到时候这定价权可不在我们手里。再说，这时候克扣军饷会对将士的士气有所影响。朕真是小瞧你了，你居然还懂政治。陛下谬赞了，我哪懂什么政治啊？我只是知道有一个东方古国，他因为兵力孱弱，不重视军事，从而被列强欺凌，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，真是令人心痛。我不想咱们大印重走他的老路。好，你的话朕铭记于心。这小子不仅有担当，还能顾国家大局，既懂民间疾苦，又知守国根本。婉儿这丫头捡到宝了呀！等你忙完这阵子，速去速回吧。对了，有空帮我看看钱渊在钱庄的记录。陛下的意思是？没什么意思。这通商的初步方案终于是定下了，快把我累死了。累啊，累就对了。舒服呢是留给死人的。前2日啊，巴图信使他们来预定你的火锅底料，说你的底料在那边非常受欢迎，
咱们可以正好给王伯带来一笔大订单。是啊，的确是这样的。不过某些人啊，忙起来真是废寝忘食，都没有时间陪我了。就连我上次跟川桃一起吃枣糕，你都还得跟别人对账。这不是想着前段时间把事情忙完，然后向未来的陈夫人赔罪吗？咱们这次回村，什么都不干，就闲着。你要是想去赶集，我就陪你去；你要想吃李婶的枣糕，我就给你买。到了晚上，我们还能去槐树下一起看星星。胡说什么？还没成亲呢，叫什么陈夫人？哎呀，咱们这不是快了吗？小姐、公子，前面就是清溪镇了，不知道王伯他们还在不在槐树底下支摊了？好啊，那我们加快脚步吧。哼，你说什么？那帮蛮夷要订陈谦的火锅？是我偷偷看了他们的书信。哼，陈谦啊，陈谦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即刻带一些人去清溪县外的黑松林等着。哼，那是他们去草原的必经之路。到时候把车队都截下，把火锅底料全给我烧了。记住，下手要狠一点，给这小子一点教训。记住，要做得干净一点，不要留下任何能查到潜伏的痕迹。小的保证做得干净。娘，哎呀，谦儿，你咋回来了呀？这不是想您了吗？特地回来看看您。哎呀，我这是老眼花了吗？婉儿姑娘也回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伯母，这个是我在京都带来的布料，很适合做衣裳，你看喜不喜欢？你破费这干啥呀？我老太婆用不上这个。婉儿，快拿回去。娘，这是婉儿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婉儿姑娘有心了，比这个臭小子强多了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看你们这个样子，我是不是该叫嫂子了？陈谦哥哥，嫂子是不是可以教我们做底料了？我已经学会剥辣椒了。臭小子，改口还挺快的。不过谦儿你不厚道啊，你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好准备准备啊。这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吗？我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宣布，南部草原部落决定与我们通商了，每个月1000斤火锅底料。太好了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我们正在筹加盟的事情，这下终于解决了。这么大的好事，那我去跟大伙说一下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和婉儿要成亲了。谦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，娘。我这次带婉儿回来，就是让她正式的见见您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有嫂子了。这是大喜事儿啊！我一定要让全村人都知道。娘，我这以前总是犯浑，以后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。好啊。婉儿是个心细的姑娘，谦儿啊性子直，有的时候不转弯，要做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，你可得多担待到。要是受了什么委屈啊，回来告诉我，我给你做主。伯母，你放心吧，陈谦啊特别厉害，他在京都啊特别能干，一个人能顶好几个呢。陛下都夸他很聪明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娘，现在不走了，咱们进屋说。走，咱回家。走。咱爷俩回家吧。老刘，咱这是草原首批订单，可千万不能出岔子。好嘞，站住！王老头，把车留下，饶你们一条狗命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是陈谦的货，你们敢动一下试试？陈谦劫的就是陈谦的货，让他知道跟我们大人作对的下场。老刘，我跟你拼了！不准打我妈妈！把车拉走！我想告诉陈谦，这只是个开始。
没事吧？陈谦兄弟，陈谦兄弟，我对不住你啊，咱这批货被人给抢了。货丢了没事，你们有没有受伤？钱钟有没有对你动手？我们倒没事，就是老刘被刀把给砸了一下肩膀。王小为了护这货，被钱钟给踹了一脚，这后脑勺都给磕着了。你看，钱钟，又是他！你3番5次的惹我，我都没有深究。这一次，我要你死！陈谦，冷静，不要中了他的激将法。放心，这次我有办法。清河，你去把二狗叫来，让他调出钱庄总部这几个月的流水记录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二狗之前说过，他那有专门的核验底册，就算他们想改，也改不了。陈谦兄弟，你看这个，钱钟搬货的时候，我从他马车上扯下来的布，这上面还有他家印记呢，肯定能当证据。婉儿，你给京都写封信，让苏丞相紧盯钱渊的动态。钱渊，这一次，我不仅要把底料拿回来，我还要把你吞的税银、抢的地契一并吐出来。钱钟要是再来，咱们就给他备一份大礼。草原的货再断，巴图统帅那边，他钱渊可担待不起。陈谦，你小子还敢亲自来？行啊，这次不光抢你的货，连人也要带走，看钱大人怎么收拾你们！上！别急，你们是驿馆的人，你不是想抓我吗？你不是想把我的货带走吗？来呀！你掉落的钱字簿，我已经交给了巴图统帅，他的人在黑市查到，你们把底料卖给了盐商，所赚的银子都流进了你钱家的私库，对不对？我杀了你！将底料转卖给黑市，银两所获，交易金额不小，不留痕迹。钱钟，这是你家大人的亲笔吧？人赃并获，带走！钱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等他自己熬过这关再说吧。婉儿，备辆马车回京都，咱们让女帝看看钱渊是如何敛财的。钱渊，臣先奏你纵容下属将草原通商底料转卖黑市牟利，还敢勾结盐商中饱私囊，可有此事？陛下明鉴，臣谦这是诬告，钱钟也是被他胁迫的。朝禄是蛮夷，他们的话不能信啊！陛下，钱钟抢的底料已经被草原武士在黑市劫回，账本上有钱钟的画押，上面那张图是清溪县村民画的地图。钱渊让县城强占村民土地，盖起了酒楼，每个月还收50两孝敬银。钱庄的流水能佐证，村民的证言更能佐证。陛下，这不和钱府马车上的一模一样。巴图统帅说了，若是大义连通商的货都护不了，草原便要重新考虑邦交。毕竟，我们不愿和贪赃枉法的官员打交道。陛下，臣查到钱渊私库藏银5万两，其中3000两是李员外送的地契钱，还有2000两是黑市卖底料的账款。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臣是一时糊涂，臣知道错了。糊涂？
你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，破坏邦交，岂是一句糊涂能盖过去的？传朕旨意，钱渊抄家流放，家产充公赈灾，钱钟、杖责50，流放漠北。李员外县城一并押来，从严处置。是，陛下。哎呀，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。这以后啊，再也没人打扰我们了。你倒是轻松了，你忘了当时在黑松林的时候，差点被钱钟的人堵截，还是我当时让春桃提前送信到驿站，这才设局抓住了他。再说了，你之后要当通商使，要掌管中原和草原的贸易，他是更没有时间了。哪有空给我做火锅吃啊？哎呀，放心，再忙啊，也会给你做火锅的。等咱们去京都成了婚，就立刻回清溪，在村口这个大灶台，请全村人吃火锅，让你当最风光的新娘子。陈谦哥哥，婉儿姐姐，我们来了。你跟婉儿姐姐什么时候去清溪结婚啊？我要当小花童。这小孩子，谦儿、婉儿，快看看，娘啊，给婉儿缝的嫁衣，这用的呀，可都是京都最好的料子，试试看合不合身。谢谢娘。这回咱老陈家呀，终于要办喜事了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陈谦兄弟，这个是清溪加盟摊的新账本，咱们现在啊有50家摊点，每个月能挣200两。等你跟婉儿姑娘成婚，咱就用这个钱，让全村的人沾沾喜气。对，沾沾喜气。陈小哥，我给你带来了上好的羊肉和最烈的马酒，既是祝贺你大婚，也是来和你订新的火锅底料。我们草原人啊，都非常喜欢吃你的火锅底料做的火锅呀。这次我们要订5000斤，5000斤。待你婚后，我会让武士把它押送，以保万无一失。人好多呀，我们俩的婚事竟然惊动了大家。感谢大家来贺喜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和婉儿啊，过几天就结婚了，到时候请所有人吃火锅。好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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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火锅了！好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早生贵子！